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进入战时状态这样的描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最近，随着河北省多个地方进入战时状态，并且东北也纷纷进入战时状态，网友打开手机一看这个热搜他们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苏联入侵中国了呢。关于战时状态这个说法最早是2020年的2月份，当时湖北省内正处于疫情的最高峰，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发布了全国首个战时管制令。从此以后湖北省其他的县市也纷纷效仿。再后来，战时命令、战时状态这样的说法就在全国各地的省市普及开来。对于战时状态、战时管制这样的说法，这些地方政府使用得当吗？地方政府随意使用的话，是不是违法了呢？好，请朋友们听我慢慢道来。战时管制，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超越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限，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战争相关的东西只能由国家主席来发布，你一个市、你一个县哪里来的权利做这样的发布呢？在古代，这样的罪叫做僭越，什么妖。如果说有一个平头老百姓他编造了这样的信息，肯定是要按寻衅滋事罪处理的，对吧？中国的法律是不是一个儿戏呢？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大家见过哪个县长市长因为违法发布战时管制、战时命令这样的能引起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事情而去坐牢的？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从去年开始，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多次宣布进入了战时状态。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战时状态呢？今天咱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战时状态，什么叫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首先要声明的是，在去年2月份湖北省十堰市发布的那个战时管制令，这在中国现行的法律里边是不存在的。从其管制的措施来看与它最相近的是国防动员法第63条规定，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之后，可以根据需要依法实施如下的措施。第一个，对金融、交通、邮政、电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信息网络、能源、水源供应、医疗卫生、食品和粮食供应、商业贸易等等行业实行管制。第二点，对人员活动的区域、时间、方式以及物资、运载工具进出区域等等实行必要的限制。第三点，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实施特殊的工作制度。第四点，为武装力量优先提供各种交通保障。实施以上措施的前提是国家决定进行国防动员。国防动员法的第8条规定，实施国防动员法的条件是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还有安全遭受到威胁时，需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做出动员决定，再由国家主席来发布这个动员令。还有宪法里边也提到过，紧急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发布是该有什么样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节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机构的权利的解释，其中在第67条第19点里边写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可以由他们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第20点，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总动员。第21点，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上边的这段法律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的时候，全国各地的这些人民代表不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没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由这些常驻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常务委员来决定是否进入战争状态，是否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要决定是否授权给国家主席来宣布这个状态。再换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把2980个人开的会缩小到175个人来开，并且当场做出表决。OK， 我们继续来看宪法第3章第3节第89条有对国务院的职权做了规定，其中的第16点说到，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这条法律该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国务院的权力它只能决定一个省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它不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3章第2节第8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好了，上边就是中国的宪法对于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是由什么人来决定，又是该由谁去发布做出了规定。总结一下来说呢，全国性或者全省性的紧急状态必须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2980个人民代表坐下来开会，或者是175个常驻北京的常务委员会开会来决定。并且战争状态它不分省级的或者是市级的，它只有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小范围的紧急状态可以由国务院来决定，比如说某个市某个县它想要进入紧急状态，这时候呢不一定需要全国人民代表这2000多个人坐下来开会，或者是那175个常务委员坐下来开会，可以由国务院自行决定。紧急状态或者战争状态从头至尾都不可能由一个省长、市长甚至是县长来决定。并且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他要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或者是紧急状态，这个时候可不是说他大腿一拍这个事情就能他说了算。国家主席他只有权利去发布这个命令，但是呢，这个命令的决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战时管制，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超越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限，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一部分人的权益，并且这些被牺牲掉的人可以当作是代价，他们无法受到任何法律的保护，也不能通过法律进行追责。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对政府的监督、缺乏舆论透明度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战时管制这将会是非常可怕的4个字。我说问问你出没出楼？啊？问你出没出楼？我是问你出没出社区。来，穿，把衣服穿，手机放下。几个人？来，把衣服给我穿上。换衣服。我几个人？我问几个人他家？一个人，把身份证号报名报来。我这儿。不是那么少。都是男人，不用换了，一整天还。哎，你换快点。福家新天地有个居民出来了。福家新天地有个居民出来了，派出所准备拘留，隔离21天。强行啊，一家4口啊。所以说啊，跟战争相关的东西只能由国家主席来发布。你一个市，你一个县，哪里来的权利做这样的发布呢？在古代，这样的罪叫做僭越，都是重罪，什么腰斩、砍头那是轻的，大多数时候都得株连几族。从这个侧面就可以反映出来，共产党政府治下的这些官员啊，他们的法治观念之淡漠。当全国各地都充满了这样的官员的时候，那大家说他们能建设出来一个法治的国家吗？好了，法律的部分就说完了。咱们的宪法呢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制度也非常美妙，它就如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一样的，让总统的权力得到制约，并且呢各个区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样可以制约区县一级的官员在执政时候的权利。但是在中国办事情，它光有法律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我们的政府，我们这个政党什么时候跟你讲过法律？特别是当战时管制、战时状态这几个字出来的时候，这就已经表明了共产党是不想要跟你讲法律了嘛。如果说宣布战时状态、战时管制它是非法的话，那么宣布这个结果的县级或者市级的政府官员，你们是否要为你们说的话来负责任呢？在县级和市级领导宣布这样愚蠢命令的时候，你们县市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授权了呢？是不是开过会决定过了呢？一个由国家主席才可以发布的命令，现在呢由一个县长、由一个市长发布了出来。同样的战时状态、战时管制，如果说是由一个老百姓发在微信上，那么这个老百姓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寻衅滋事罪，对吧？2013年9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利用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的认定，以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道是编造的虚假信息，还在网络上进行散布或组织指使人员在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说有一个平头老百姓他转发了这样的信息，或者他编造了这样的信息，肯定是
要按寻衅滋事罪处理的，对吧？但是如果同样的犯罪情节现在放在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者一个市委书记、市长的头上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就可以免受处罚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中国的法律是不是一个儿戏呢？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大家见过哪一个县长、市长因为违法发布暂时管制、暂时命令这样的能引起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事情而去坐牢的呢？其实呢，在共产党建政之初，他们是有心要讲法律的，他们是有心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有法治、有民主的国家的。在80年前，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说到，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县、乡直至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并且呢，必须实行没有男女差别、没有信仰、财产、教育这些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大家看，作为一个领导人提出这样的愿景、这样的许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建国先贤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都有过这样的理论。毛泽东呢，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真普选的口号，以此呢赢得知识界、政界、商界以及其他党派的支持。大家可能不知道，从二战结束之后到今天，我们整个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国的普选，那就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就算朝鲜这样的国家，人家同样让自己的老百姓拿着选票去投一下嘛。大家看，这是2019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全体的朝鲜人民要通过普选的方式投票选出687位的议员，并且呢，朝鲜的历届选举的数字都非常漂亮。比如说，在上一届的投票率是 99.97%， 候选人的得票率呢是 100%。也就是说呢，朝鲜所有拥有投票权的、拥有选举权的这些老百姓呢，几乎上都到投票站去投了自己的票，并且呢，他们都把自己手上的票投给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候选人的名下，没有人弃权，没有人弃票，也没有人把票投给除了劳动党之外的候选人，所以呢，才出现了100%的得票率。作为宣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来说呢，人家做到了普选，人家做到了民主，尽管呢，你如果乱投票的话，可能会被炮决。在这687个席次里边呢，他们还把少量的席次分配给了社会民主党以及天道教亲友党，用这样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民主。大家看，这和我们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不是特别相似？2980个人民代表里边呢，有2094个是共产党员，175个人大常委里边呢，有119个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2018年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句话写入了宪法当中，哪怕是在毛泽东的那个时代，都没有哪一个人大代表会有这样的提案，并且呢会通过这样的提案。所以说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描述的伟大的时代里边。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除了关心衣食住行之外，他们会觉得谁来执政不是一样的吗？而且呢，中国共产党来执政，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理所应当这个事情在2018年之前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之后可真是理所应当了。当人们不关心政治，当人们被这个操控舆论的政党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那么你们说这个国家它还有希望吗？在这样逆淘汰的机制下边，当官员的道德越来越败坏的时候，能够约束他们的仅仅是那个党纪和国法，而没有人民的眼睛，这将会是多可怕的事情啊！对于民主这个事情，你看，这就像演一出戏一样，就像拍一个烂电影一样。朝鲜呢，人家好歹是导演、演员、剧组拉开架势把这个电影拍一遍，哪怕是拍出一坨屎来。你看共产党呢，他们呢就连这个剧组都懒得成立，连这个过程都懒得走一遍。这些人大代表，这些阿猫阿狗，他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可真是一个谜啊！您的得票率是多少？我们得票率，我们省里边都是这个高票。您是怎么选？我也是，我是人民选上来的。那您得票率是多少呢？您得票率多少？能不能说一下？有没有经过竞选的程序？这个你通过大会秘书。得票率多少？我们都是全票通过。是说您这个选为人大代表这个选举的程序，您是怎么选的？这个我要问组织上面问组织。对，你有没有参加过竞选？那个。搞不清。您好，您的得票率是多少呢？我就觉得这些人啊，在他披着的那一个皮囊下边，可能是一个妖精啊。否则的话，他们明知道身上的责任那么重大，如果他们是人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一次次的会沦为投票的机器、举手的机器呢？妖怪，三宇哥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好了，扯得有些远啊，咱们回来看，在建国20年前，毛泽东就已经承诺过需要真普选、真民主。再看到了1951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就说，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已经成为了老口号。过去呢，用它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有一些进步的意义，但是在新政权下则已经不合适，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并且呢，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也不充分。这种论调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很熟悉了，对吧？5毛带风向的时候都在说嘛，因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人太多了嘛，你现在如果搞真普选的话，指不定会选出些什么废物来的。但是三宇哥就想说啊，就算选出来的都是些废物，也总比现在这些只会举手的机器要强吧。当这种全票通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死掉了嘛。好的，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 ，peace。